灵芝是在清晨被一阵低沉而整齐的狼嚎声吵醒的。他睁开眼，洞穴外的光已经亮得不像平日，火光、笑声、脚步声交织在一起，太热闹了。他怔了一下，才想起来，今天是狼族一年中最重要的节庆之一，庆祝丰猎，庆祝族群平安，也庆祝首领正式迎回伴侣。这个念头刚浮现，他的指尖便不自觉地拳了拳。前世他从未参加过任何节庆，蛇族的领地从来只有秩序、规矩和冷冰冰的，应该如此。热闹对他而言是不被允许的东西，而现在他站在狼族的清晨里，有些不知所措。醒了，低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灵芝回头看见灰影正站在洞穴口，他已经换上了节庆用的深色披肩，肩背宽阔，整个人比平日多了几分不加掩饰的存在感。可当他的目光落到他身上时，又明显缓和下来。外面很吵，他下意识说道。灰影点头。节庆，他说得很简短，却补了一句，如果你不想去，可以不去。灵芝一愣，这种选择在前世是不存在的。他抬头看他，迟疑了一瞬，我可以去吗？这句话一出口，他自己都怔住了。灰影显然也没想到他会这么问，他沉默了片刻，才低声开口，这是你的节庆。灵芝的心口轻轻震了一下，鼓声响起，灵芝被带进火光中央。一开始他的动作还有些生疏，可很快他就被节奏带着动了起来，不是狼族那种强势的舞步，而是他自己的节奏，柔韧流畅却并不柔弱。火光映在他的侧脸上，发丝随着动作轻轻晃动，眼神清亮而专注。他不是在取悦任何人，他只是站在那里回应节庆本身。周围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，有人停下了动作，更多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他身上。灰影站在火光之外，他的身体在那一刻明显绷紧了。他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意识到，他站在人群中时会吸引怎样的视线，是一种被吸引、被镇住的本能。这让他极其不适。狼族首领的目光慢慢变得危险。舞步结束时，鼓声戛然而止，短暂的安静后，掌声与低声的赞叹同时响起。灵芝站在火光里，有些微微喘息。他抬头的瞬间，第一眼看到的却是灰影。他已经走了过来，步伐很稳，却带着明显的压迫感。下一秒，他的手腕被扣住，力道不重，却不容躲避。灰影一句话都没说，直接把他带离了火光中心。周围的人先是一愣，随即默契地移开视线，没人拦，也没人起哄，因为他们都看懂了首领在吃醋。洞穴里重新安静下来，火堆被点起，光线温暖，却掩不住空气里残留的热度。灵芝刚站稳，就被灰影按进怀里，不是温柔的靠近，而是明显压抑后的失控。你刚才，他的声音贴着他的耳侧，低得发紧，站在那里，不是指责，却带着明显的情绪。灵芝的心跳有些乱。我跳得不好吗？灰影一顿，下一秒他低声笑了一声，那笑意很短却危险。太好了，这三个字让灵芝怔住，好到我不想让任何人看。他的额头抵着他的额头，呼吸很近，却依旧控制着距离，比直接靠近更让人心口发热。灵芝抬手抓住他的衣襟，我不是跳给他们看的。灰影的动作微微一停，灵芝看着他，声音很轻却很清晰，我是跳给你看的。这句话像是彻底压垮了某条防线。灰影收紧手臂，把他抱得更紧，所以我才更忍不住。那一夜火光熄灭得很晚，狼族的节庆仍在继续。
可对灵芝来说，最热烈的部分已经结束了。她靠在灰影怀里，听着他逐渐平稳下来的呼吸。狐族到来的那一天，狼族营地第一次出现了分歧，不是因为敌意，而是因为他们带来的是一桩足以改变两族格局的提议——联婚。狐族族长亲自前来，随行的是他的女儿，一位在各族中都极有名声的狐族大美女飞音。她的美极具侵略性，站在那里便天然吸引目光，连空气似乎都被她牵引。狐族族长的话说得极为漂亮，狼族强在武力，狐族长于资源与谋划，若两族联姻，足以让周边各族重新评估你们的地位。议事场内一片短暂的沉默，随后真的有人开口附和。从族群角度看，这是好事。狐族向来懂得经营，首领或许可以考虑。灵芝站在议事场边缘，没有出声。他能感觉到那些话并不是针对他，却每一句都在衡量他的价值。灰影站在主位，他从头到尾没有动，直到议论声渐渐大起来，他才开口：我已经有伴侣。声音不高，却直接截断了所有可能。飞音终于抬起头，他的目光第一次真正落在灰影身上，那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兴趣。当晚狐族设宴，名义上是交流，实际上却各怀心思。飞音主动走向灰影，他的动作并不刻意，却处处都在制造靠近的机会。狼族首领，他笑意温柔，你不觉得这样的结合会让你更轻松吗？灰影的目光甚至没有在他身上停留太久。不会，他说，简单直接，没有任何余地。飞音的笑意终于僵了一瞬，他转头看向不远处的灵芝，目光多了几分审视，不是敌意，而是不理解。他显然无法接受自己会输给一个看起来如此安静的雌性。夜深之后，狼族营地逐渐安静下来。灰影回到自己的洞穴时，火堆已经被点起，光线不亮却足够清晰。身后便传来极轻的脚步声，首领声音柔软，尾音带着一点刻意的黏。灰影回头，站在洞口的是飞音，神情从容的近乎大胆。你不该来这里。灰影的声音很冷，飞音却像是没听见似的，反而向前走了一步，火光在他的眼底跳动。你拒绝联婚是因为他？他的语气并不尖锐，反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好奇。可你不觉得可惜吗？他什么都给不了你。这句话终于让灰影的目光彻底冷了下来。飞音却笑了，他停在一个刻意控制过的距离内，没有碰他，却让存在感变得极强。我可以为你带来资源盟友扩张的空间。甚至飞音抬眼，目光毫不掩饰地落在他身上。我可以站在你身边，替你分担。空气一瞬间安静下来，灰影没有后退，也没有被他的话牵动分毫。说完了吗？他问。飞音一怔，显然没料到会得到这样的反应。我已经有伴侣。灰影继续道，语气平稳的近乎冷酷。他不需要任何人评估价值。飞音的笑意终于一点点收紧。你确定？他低声道。你会为了他放弃整个狐族？灰影的回答没有任何迟疑，是这一个字像是直接斩断了所有可能。飞音盯着他看了片刻，然后慢慢后退一步。你会后悔。他转身离开时，背影依旧优雅，只是眼底的温度已经彻底冷了下来。正是这一夜，灰影被牵制，而灵芝也因此短暂的落了单。狐族很快意识到，他们无法从狼族首领那里得到任何缝隙，
那么目标自然就换了。那名随行的狐族美男，他第一次看见灵芝时，目光就没有再移开，那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占有欲。在狐族的观念里，美丽的事物本就该被带走。夜深时，灵芝独自离开宴席，还没走出多远，身后便传来脚步声。你不该一个人走。狐族美男的声音在夜色中显得格外低，他没有立刻靠近，却一步步封死了他后退的方向。跟我回狐族吧，他说，你不适合留在这里。狼族只懂战斗，而你值得更好的地方。这已经不是邀请，而是掠夺前的判断。灵芝的指尖微微发冷，却没有后退。让开，他的声音很稳。狐族美男笑了，你以为他能时时刻刻护着你吗？就在他伸手的瞬间，空气骤然炸裂，灰影出现得极快，快到狐族美男甚至没看清他的动作，整个人已经被一股恐怖的力量直接掀开，重重撞在石壁上。灰影站在灵芝身前，背影冷硬狼瞳彻底竖起。这是第一次，狼族首领在非战场情况下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。狐族美男试图反击，却在下一瞬被彻底压制，是绝对力量的碾压。动静很快惊动了狐族，他们这才意识到，这场所谓的联婚试探已经彻底越界。最终，狐族选择退让，联婚仪式当场作废。他们带着受伤的族人，连夜离开狼族领地。夜色重新安静下来，灵芝站在原地，呼吸还没完全平复。灰影转身将他一把拉进怀里，力道极重，你不是他们可以碰的东西。他的声音低沉而冷。灵芝抓住他的衣襟，轻声回应，我知道，因为你在。灰影闭了闭眼，不是因为我在，他低声说，是因为你是我的伴侣。这一夜之后，所有族群都明白了一件事，狼族首领拒绝联婚，不是因为狐族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他已经选定了唯一。夜深之后，狼族营地逐渐安静下来。灰影回到自己的洞穴时，火堆已经被点起，光线不亮，却足够清晰。夜色已经很深了，洞穴里只留着一盏火，光线温暖而安静。灵芝坐在石床边，正把最后一束药草放好。他刚起身就发现灰影还站在原地没有动。你怎么还不休息？他随口问了一句。灰影没有立刻回答，他站得笔直，却明显有些不自在，像是在战场外第一次不知道该怎么迈步。我在想一件事。灵芝回头看向他，灰影沉默了一瞬。今天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，我想要一个孩子。话说出口的那一刻，他的声音明显低了下来，不是强势，而是有点局促。不是因为族群，也不是现在一定要有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像是在确认他的表情。是因为我想要和你一起，把未来留下来。灵芝的呼吸轻轻一滞，他能感觉到脸颊在发热，却没有移开视线。你现在说这个，他小声道，会让我紧张的。灰影的喉结动了动。我也是。这句话说得很轻，却异常真实。灵芝忽然笑了，他走近他一步又停住，然后伸手轻轻抱住了他。你不用这么郑重。他贴着他的胸口说，我们已经是夫妻了。灰影的身体明显放松了一些。我知道，他说，可我还是想认真说。灵芝抬头看他，火光映在他的眼里，没有锋芒，只有小心翼翼的认真。他点了点头，动作很轻。灰影低下头，额头贴着他的额头，没有急切，也没有试探，只是确认。随后他伸手将他带回床榻，
这一切发生的极其自然，像是早就属于彼此的地方，终于不需要再用语言确认。火光慢慢暗下，夜色很深，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需要解释的东西了。那一夜狼族的天空格外低，云层压得很尘封，却异常安静，像是整个世界都在屏息等待。灵芝的手紧紧抓着兽皮，呼吸一下一下的拉长。他很清醒，比任何时候都清醒。洞穴外火堆已经点起，狼族占满了营地，却没有一声喧哗。所有人都知道今晚将有新的生命降临。灰影站在洞穴门口，他没有走远一步。狼族首领向来冷静强大，从不动摇，可这一刻，他的背影却绷得极紧，不是因为敌人，而是因为他第一次发现有一件事自己无法用力量解决。时间变得漫长，洞穴里只剩下灵芝的呼吸声。他想起前世，那一生他死在黑暗里，没有人等他回家。而现在他清楚地知道，有人站在外面一步都没有离开。终于哭声在洞穴里响起，灵芝怔了一下，随即眼眶毫无预兆地发热。灰影，他轻声唤了一句。洞穴外那道身影几乎是瞬间转身，他冲进来的动作第一次失了分寸。当他看见他怀里的小小身影时，整个世界仿佛在一瞬间静止。那是一只幼狼，毛色柔软，气息微弱，却真实地存在着。灰影走近，单膝跪下，他伸出手，却又停在半空，迟迟不敢落下。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很好，灵芝说。于是灰影的手终于轻轻落在幼狼背上。那一刻，他的呼吸彻底乱了。他低下头，额头贴在灵芝的额头上。谢谢你，不是对伴侣的礼貌，而是一个男人把整个未来接过来的郑重。洞穴外狼嚎响起，是迎接新生的呼声，一声接一声，很快，整个狼族的声音连成一片，那是属于族群的确认。天亮时，云层散开，第一缕阳光落在营地中央。灵芝靠在灰影怀里，已经沉沉睡去。幼狼蜷在他臂弯里小一团。灰影低头看着他们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强大不是让所有人服从，而是有人愿意把生命交给你。他抬头看向逐渐苏醒的族人。狼族的未来已经不再只是他的责任，而是他们共同选择的方向。各位茶客，欢迎在讨论区留言，讨论剧情。